今年是歼-20首飞10周年，最近国防部爆出重磅消息，证实歼-20作战能力得到初步检验，已列装部队，而且自列装部队至今3年来，已经获得初始作战能力，能够随时参与战斗。由于保密性，此前外界对于歼-20背后3大疑团一直很好奇，而最新解读或能解决疑问。首先是其作战能力和设计怎样，我们可以从歼-20飞行员话语中抠出一些细节。歼-20飞行员李刚曾表示，座舱有一体化液晶显示器，空间简洁宽敞，极具现代感，隐身性、敏捷性和操控性都非常出色，这是中国最梦幻的战机。此外，歼-20飞行员张浩也曾表示，无论超音速还是亚音速，歼-20飞行性能做到了完美，而其作战能力似乎也能从去年9月央视一则报道中获悉。在一次空战对抗中，歼-20-110损伤的代价击落17架敌机，证明5代机对4代机形成绝对的代差优势。第二大疑问是，迄今歼-20服役了多少架？按公开报道，歼-20已经列装了2个作战旅，一个是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第9旅，其下辖第1大队王海大队已经多次亮相；另一个是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第1旅第1大队，但是关于歼-20消息却很少。按照作战编制来推测，每个旅有4个飞行大队，如果每个大队有2个中队，每个中队有4架歼-20的话，那么一个满编歼-20作战旅就有32架歼-20，2个旅就有64架。如果按3个中队算，目前2个旅有96架，再加上12架歼-20原型机，那可能数量已经破100，这比较符合主流观的60到100架的推测。第三大疑问是，歼-20生产线产量怎么样？据悉，在2016年，成飞就建了先进的脉动生产线，目前已有3条，不过也有观点说是4条。按1条线年产12架算法，4条就有48架，这个产量相比美国还有很大差距。F-22和 F-35也是采用了先进的脉动生产线，在2019年 F-35年产量高达134架，平均下来生产1架 F-35只要2.7天，而且这还不是全速生产阶段。不过近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将无限期搁置全速生产的 F-35战机，虽然他们说是因为疫情影响，但外界猜测或是因为中国受阻，美国对中国稀土极为依赖，而近期中国相关部门开始加大对稀土进行出口管控。而美国科研机构曾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，生产1架 F-35战斗机所需的稀土数量高达417公斤。总而言之，虽然歼-20还未经历实战，但却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。在中印边境冲突最焦灼的时候，新疆和田机场出现歼-20，而在美台频繁危险互动时，也有卫星拍到浙江的衢州机场出现大批歼-20，距台北只有500公里，屡次现身随时迎战的姿态，当之无愧的大国重器。这段时间，外界都在好奇，新上任的拜登政府会继续对华强硬，还是会尽量缓和关系？虽然才过去10几天，向中国周边海域出动航母，发表关于种族的声明，宣称中国是最大威胁，答案已经很明显了。因为一直以来对华强硬都是美国2党的共识，所以一开始就不能抱有任何幻想。而最近，美国国务卿也继承了上任国务卿蓬佩奥的遗志。在2月1号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采访中强烈谴责中国没有履行国际义务，没有提供关于2019年末关于中国武汉爆发疫情的源头的信息。他表示，中国没有向国际社会提供必要信息，确保专家进入中国方面也没做到这一点，缺乏透明度、坦诚。这跟蓬佩奥还真是如出一辙，张口就来撒谎不打草稿那一挂。事实上，世界组织也多次表示，中国及时向其分享信息，并积极分享应对措施。但是疫情之初，西方国家隔岸观火，认为这把火烧不到自己。然而现在火烧眉毛了，却还在为自己抗疫不力甩锅，反过来指责中国。关于溯源问题，中国就曾3次邀请世卫组织调查，目前专家组还在调查。而至于掩盖信息，英国政府才是行家，新冠变异毒株发现了2个月后才对外公布，而西方媒体却集体晋升，简直双标的令人发指。难道美国透明度就很高吗？
纽约州养老院和护理机构的新冠死亡为什么不计入统计数字？为什么没有勇气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以及遍布世界的病毒实验室？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被问到未来是否会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时，布林肯表示，毫无疑问，中国对我们构成挑战最大。虽然有竞争力也有合作，但他强调，无论如何处理这一问题，我们必须都处于一个实力占优势的地位，而不是弱势位置应对中国。我们这一实力来自于拥有强大的联盟，而中国则美国。从特朗普这几年奉行的美国优先证明了一件事儿，美国和盟友之间并非铁板一块，反倒是裂痕累累，不过只是互相利用罢了。虽然现任拜登比特朗普更会伪装并且强调团结，但是美国本质已经被暴露，想要修复盟友信任感十分困难，而且美国亮出盟友优势其实就是露怯了。如果美国真那么自信有把握，为何要靠盟友？既然美国拥有那么多盟友，为何还不敢动手？除此之外，我们也可以发现，拜登和上任政府打的牌几乎是换汤不换药，没有任何新意，我们见招拆招就是了。众所周知 F-35 战斗机是美军目前最新的一款第5代战斗机。这款战斗机集合了多种高科技技术，因此美军对 F-35 战斗机的期望值特别高。然而这款战斗机的表现却让美国人大失所望。近日美国五角大楼方面亲自承认，他们的 F-35 战斗机机队中只有1/3的战斗机能够参与战斗。根据美国方面的评估，几乎所有的 F-35 战斗机都会有一些问题，并且会有越来越多的 F-35 战斗机出现问题。最为重要的是 F-35 战斗机的计划成本非常高，因此 F-35 战斗机的表现引发了不少美国人的不满，甚至美国高层说道 F-35 是一坨。虽然说他没有把话说完，但是大家心里都应该明白他要骂的是什么。然而就在 F-35 战斗机被自己人骂完了以后，俄罗斯也开始发表了他们的看法。据越南 Daxiet 网站称，俄罗斯媒体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美军 F-35 战斗机的时候，引用了俄罗斯专家的话，他们认为美军的 F-35 战斗机是一个先天畸形的肥猪。据了解，由于 F-35 战斗机的外形比较圆润，因此不少人给这款战斗机取了肥猪这一绰号。由于它从设计之初到目前为止依然存在800多个缺陷，因此俄罗斯人称 F-35 战斗机是一个先天畸形的肥猪。不得不说，俄罗斯人确实骂得更狠。由此可见，俄罗斯方面非常不看好美军的 F-35 战斗机。但是作为美军中科技水平最高的第5代战斗机，在性能上真的有那么差吗？毫无疑问，通过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就能看出，这款战斗机的性能确实不行。对此，该媒体为了进一步论证他们的说法，还列举了一些例子。该媒体指出 ，F-35 战斗机的涂层、供氧、头盔安装的控制装置以及一些软件等设备都有问题，并且这些问题很有可能会威胁飞行员的生命安全。此前，在一次空中演习中，这款战斗机就拒绝执行飞行员所发出的命令。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，谁也料不到这款战斗机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。此外，这些问题也会直接影响 F-35 战斗机的性能。就比如说 F-35 战斗机的涂层问题，这款战斗机在以超高音速飞行一段时间的话，机身的涂层很有可能就会遭到破坏，因此 F-35 战斗机通常只能以亚音速进行飞行，这样一来它的很多能力就受到了限制。不仅如此，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决。由此可见，美国 F-35 战斗机的性能确实有些低下，与其他的第5代战斗机还是有些差距的，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几十年前的 F-16 战斗机，否则美军也不会重新购买 F-16 战斗机。不过通过这件事，我们也能看出美军的实力也有所下降，所以说这也算是给了其他国家与美军缩小距离的一个机会。